结婚5年，我始终未能怀上孩子，一直以来我都认为是我自身的原因，于是我瞒着老公去医院做了检查，也不间断的吃着各种调理身体的汤药，但就是没有效果，因此我每天郁郁寡欢，茶不思饭不想。老公看出我的心事后，一把抱住了我，开口道，如果一直没有孩子，我就把你当女儿养。我感动哭了，庆幸自己遇到了一个这么好的男人，除了暂时怀不上孩子，我们的生活简直可以用完美来形容。然而我所谓的完美生活，却被一个带着孩子上门的女人打破了。今天如往常一样，我坐在客厅看电视，老公正在厨房给我做我爱吃的红烧肉。突然一阵敲门声，我以为是取快递的来了，打开门去，看见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领着一个小男孩，我疑惑地看着她，以为她走错了门。这是赵贺家吧？美女张口问。请问你是？美女张嘴刚要回答，却被拿着铲子急匆匆地走过来的赵贺打断。妍妍你怎么来了？老婆，这是我小姨家孩子，我表妹。赵贺帮我介绍道。女人说，嫂子好，我是妍妍，孩子他爸早早去世了，我们娘俩命苦，现在无依无靠，只得求了大姨来请你们帮忙介绍个工作。我看向老公一脸疑惑，他老家不是我们本地的，一个偏远山村，我跟他结婚5年，也只去过一次，他们那边家都有3、4的孩子，他堂表兄弟姐妹确实很多，我只记得2、3个。爸爸，孩子在看到他之后更是直直的扑了过去，我心里一惊，难道是赵贺在外面的私生子，小三领着找上门了？我转头怒瞪着赵贺，要他给我一个解释，可小表妹马上就笑着拍了一下孩子的头，哎呀，你这孩子怎么挨着谁都叫爸爸？然后转头对着我抱歉的笑道，对不住了嫂子，这孩子从小没了爸爸，看见我们家那圈亲戚里的年轻男人都叫爸，尤其是贺哥，这么多年也很识照顾我们。他说完看了一眼赵贺，原来是虚惊一场，哈哈，是啊，那个什么，饭做好了，咱们边吃边聊吧。他搓了搓手，一把抱起孩子，一手轻抚着他的后背，然后交到表妹怀里，那动作熟练的，仿佛做了千百次。吃过了饭安顿好了他们娘俩，我拉着老公来到书房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还有那小孩子竟然叫你爸爸，还有那个表妹一晚上又给你夹菜，又给你挑鱼刺，我憋了一晚上了。虽然表妹解释过了，但我看着他们之间的互动，心里还是很不是滋味。哎，我的好老婆，我是他哥，再加上他有求于咱们，肯定要献殷勤嘛。现在这社会，光靠脸蛋有个屁的用，哪有我老婆厉害？公司一把手，看看咱家这大房子都是你的功劳，老公最爱你了。再说之前我确实也不知道他要过来，就是我妈跟我提过一耳朵，说姨妈家的女儿想来大城市找工作，可能到时候要请我们照应一下。你看我也不好驳驳老人的脸面，再说他一个人带着孩子，也怪可怜的。老婆，如果你心里真的不痛快，你一句话，我明天就给他们买车票送回去，咱不管了。甜言蜜语，长辈伦理被他这样一说，本来我要发脾气的话也被堵住了，既不好伤了亲戚的和气，又不能把这孤儿寡母的真的撵出去。虽然他们不是我的责任，但是赶上了，能帮一把就帮一把。谁还没有个落难的时候呢？我心里盘算着，能给他找个什么样的工作，既能养活他们母子，又能照顾孩子，可能后续还要介绍对象，毕竟一个女人带着孩子，在一个陌生的城市，还是很难的。于情于理，她也应该重新开始一段新的生活。哎，我去阳台吹吹风吧，今天实在是太闷了。我笑着打了他一下，然后打开笔记本开始工作。等我打开笔记本开始工作，当我工作了半天，口渴想接杯水的时候，我突然从客厅的落地窗看到阳台上他模糊的身影，难道他还没回去睡觉，一直吹冷风吹到现在？待我走近，那个模糊的影子却突然变成了2个，还紧紧地挨着。老公，我疑惑地叫了一声，看到我的声音，那原本紧密靠在一起的声音迅速分开。赵贺扭头看见我，愣了一下，又马上笑道，老婆你怎么出来了？这才看到他的身侧还有个人，竟然是今天晚上才来到家里的表妹。表妹有些不好意思地冲我笑了笑，走过我身边，却别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。他呀，真跟我诉苦呢，怕你不愿意帮忙，毕竟这么远的亲戚，平时也跟咱们没什么走动，说怕给你添麻烦。他在。我走过来，揉着我走回房间，你们聊什么不能在客厅聊，还有他穿的那是什么衣服，还有怎么，好像还有抓痕，我的小祖宗，老公心里只有你一个人，他一个跟我有血缘关系的表妹，你管他呢，我当时没多想，回房就睡了。第二天，我是在一阵笑声中醒来的，走出卧室一看，老公坐在餐桌前，给孩子喂粥，表妹正在笑呵呵地看着他们，而孩子的小手指着够不着的一盘肉要着吃的，我的心一沉，老公听到开门声抬头看见我，赶忙站了起来，你醒了，是不是我们吵到你了？快来坐下喝点粥，表妹熬的皮蛋瘦肉粥，你肯定喜欢。我压下心里的异样感，心里宽慰自己，他们是表兄妹，不能因为自己多年没有生孩子，就对别人有想法。再说，她一个女人带孩子出来找活也不容易，尽快帮她找到工作，安顿好才是正经事。我平复了一下心情，笑着说，我先去上班了，顺便帮表妹问一下工作的事。可是当我找了一圈的朋友、同事、熟人，但是基本上都符合她的时间和照顾孩子的需求时，她的态度却变了。哎呀，这个地点太偏了吧，哎呀，这个工资太低了啦，哎呀，这个时候有点辛苦了，你肯定也不会愿意做的。哎呀，还有这个，看着旁边孩子还在看着我们的份上，我都想把这一路公司剪接都甩他脸上去。地点偏你不会就近租个房，工资低你什么学历，心里没点数吗？嫌辛苦还把我也拖下水，要是少钱多离家近，你是985还是211？老公叫我脸色不好，忙上来打圆场。哎，找工作确实是要好好斟酌的，这个也不急于一时。老公揉着我，
悄声在外耳边低语，老婆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，你辛苦了，一会老公好好伺候伺候你。我瞪了他一眼，但是被他这一打岔，心思也平静了下来，可能确实是我没体谅他带着孩子的辛苦，刚要说两句别的缓和一下气氛，余光却扫到他恨恨地盯着老公揉着我的手，那表情一闪而过，我再仔细看的时候，却转头给孩子擦鼻涕去了，是我多心了吗？就这样，表妹带着孩子就在我家住了下来，除了上次我给她推荐的几个她不满意的工作，我陆陆续续又给她找了几个，可是她总有各种各样的理由，搞得我也很火大，所以我先不管她了。老公也安慰我说，家里这么大，每周2次保洁也是几个月，那还不如就先让表妹干着，1日3餐外加收拾卫生，孩子也吃不了多少，咱们也当做好事，先这样让她做着，等她找到合适的工作。我家是挺大的，屋子也多，可是毕竟还是在一个门里，楼上楼下有点什么动静，听了也很清楚。可家里多了2个人，我再也不敢跟老公在家里像以往那样闹腾。几次3番压抑之后，我索性也就不过。老公见我不开心，也不敢惹我，倒是比以前收敛很多。可是就在这一天，还是让我发现了不寻常的地方。本该在公司开会的我，因为一份文件落在家里，而急匆匆的回家来的。可我用钥匙，却怎么也打不开门，门好像被人在里面反锁住了。我开始敲门，终于过了10分钟那么久，里面的人终于把门打开了。客厅里的电视声音开得很大，小孩子坐在地板上，一边玩着小汽车，一边看着动画片，头发有些凌乱的表妹的出现在门里，还扯了扯着巴巴的睡衣，对我说，哎呀，对不住小嫂子，我睡着没听见，我着急拿文件走，也就没跟她计较。可是我路过卫生间的时候，却感觉有人在里面。我家卫生间的门是磨砂的玻璃，看不见人，但是却模糊可以看得见影子。我正要推门进去看看，表妹却一个闪神挡在我前面。那个，是我的，我懵了。他的什么男人？他竟然往我家领陌生的男人！我压住心里的怒气，撤回了推门的手，转头拿文件就走了，一边开车一边给老公拨打电话，但是电话那头却始终关机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终于都回过来了。哎，老婆，怎么了？刚刚电梯里没信号，没有收到你的电话。我一听见他的声音，也顾不得是在办公室，我干公室了，忍不住提高了声音。你表妹竟然往我家里领男人，你知道吗？是吗？那我可得好好说说他，这办的叫什么事呢？可真是太不懂事了。老公站在我这边，跟我一起数了他的不对。我告诉你，你赶紧给他找个工作，快点搬出去，实在不行，先去给他租个房，这个钱我认拿，我再也忍受不了他在我的房子里继续住下去了。我气得直拍桌子，我好心好意收留你，管车，还忙前忙后的帮他找工作、找房子、联系幼儿园，他竟然称我们不在家，往我家里陌生的男人，这丢不丢东西不说，心里膈应的要死。晚上我回到家，看着家里哪里都觉得别扭，也不知道那个陌生的男人都动过我的什么东西，我只打了声招呼就回房间休息了，晚饭也没吃。可就在我躺在床上的时候，我的手摸到了一个东西，在2个枕头的缝隙里，赫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塑料片。我太熟悉这个东西了，是那个撕掉的那一小条边，而我确定那不是我们用过的，因为我昨天晚上才刚刚换过床单。我的心疼地点着了一把火，我捏着那条边准备出去找他算账，我已经顾不上什么亲戚情面了，我拿你当亲戚，你拿我当傻子耍呢？可我刚刚拉开门的手就顿住了，整个人像被定住了一样。表妹手伸进细胶盆里试着水温，而水盆里正是我老公的脚。这时的我突然像被打通了任督二脉一样，灵光一闪，一个孩子见面了就会喊一个很久不见的远方亲戚爸爸，一个女人会在没打招呼的情况下去陌生城市投奔，而一个女人在什么情况下能心甘情愿的给一个男人洗脚？难道白天的那个男人说老公，所以我打他电话才会打不通？过了很久他才给我回过来。这些念头一起，我的心如同被重锤狠狠地击中了一般，身子晃了晃，险些跌坐在地上。我脸色发白，指尖颤抖的几乎握不住门把手，但是现在只是我的感觉和猜测，心里一旦撒下了怀疑的种子，再去看他们的时候，我竟然看出了一家3口其乐融融温馨的感觉。一家3口，看来我捉奸都不用了，直接一个亲子鉴定不就搞定了吗？我咬着牙把拉开的门又轻轻地关上，我知道我把我心里的门也关上了，除非我能找出证据来证明我错了。我记得我好友里真的有这么一个相关机构工作的人，第2天我就联系了他。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，我只需要准备2根带毛囊的头发，交给他就行。先说好，没有本人的同意，我们不能出去书面的报告给你，只能以朋友身份通知你结果。没问题，报告不报告的无所谓，有结果就行。可是等结果的这一天里，我的心气上8下，一会回忆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觉得他不可能背叛我，一会眼前又晃荡的表妹在沙发边给他洗脚，终于在快要下班的时候，鉴定机构打来了电话，结果出来了，王小姐。我打起精神，很抱歉王小姐，亲子鉴定结果为标本 DNA 不匹配度程度较高，不具血缘关系。我愣住，心里却松了一口气。王小姐，那边的人问的小心翼翼，估计知道这种通托做亲子鉴定的都是遇到了。我反应了烦心事啊，没事，谢谢你了。我挂了电话，心里激动的有些发颤，是我错怪他了，也错怪表妹了。我马上打电话订了个豪华大餐，太好了，他并没有背叛我。我心冲冲的回到家，准备开车接他们一起去吃饭，可以打开门，客厅却一个人都没有。奇怪，这个时候老公也应该下班回来了，冬天的门窗都关着的。我从外面进来，暖融融的屋子里好像弥茫着一股什么味道。老婆你回来了，今天怎么这么早？老公从卫生间走出来，头发上还残留着湿落的水汽。小嫂子回来了，表妹。我被确实从房间走出来，整个人懒洋洋的。我刚刚被鉴定中心安抚过的内心又开始躁动不安，
亲子鉴定只能证明孩子不是他的，可看着眼前的两个人，我是不是放心的太早了？经历了这几天的心理折磨，我好像也淡定了许多，但是心里更坚定了要调查到底的想法。也许事情并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。周六我特意抽了一天时间，带表妹和她儿子去逛街，美其名曰她来这么久了，我这个当表嫂的还没有给孩子买点什么，有人要白白给她儿子花钱，她自然高兴的答应了。而我当然要把赵贺也带着，拎包拿东西不说，主要我不能让家里有人。我们在商场里转了一大圈，从头到脚我都给他买了几套，再加上孩子的，花了1万多，当然是刷着赵贺的卡，但是看得出他一点都没有心疼的感觉，反而还不停地问孩子，这个机器人要不要，那个遥控飞机喜欢不喜欢，那感觉怎么说呢，像是在弥补，反正也是花了我的钱。他就说，但我并不在意这点小钱，到时候水落石出了，我让你们怎么吃进去的，怎么再给我吐出来。短信叮的一声，老板安装完毕，钥匙放在阳台第2盆花下面了，我合上手机，今天就到这吧，咱们回家。一家人大包小包的拎回家，我故意接了个电话，然后谦意的告诉他们，公司要出差1周。赵贺的眼里流露出不舍和不易察觉的一丝轻松，而表妹的眼里则是藏也藏不住的高兴，也难怪，因为她还要控制自己的表情，违心地说，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，家里的事不用操心。我不操心，我就怕我在你们偷偷摸摸的不够刺激。事实上我哪也没去，我找了一家酒店，把手机里的监控画面投屏到电视上，然后找了闺蜜一起吃吃喝喝。你怎么有时间找我混吃混喝来了，拼命三郎小姐。闺蜜调笑我，是啊，我自打跟赵和结婚后，跟打了鸡血一样，我怕他在我家亲情的时候，那边抬不起头，所以我努力的赚钱，我们的生活越过越好，他怎么也能混得忘记了名声吧。闺蜜扑哧一乐，哎呀，静静，真没想到你还是个多情的种子啊，不过你也是，瞅瞅你这脸色，怎么越来越差了呢？这女强人，事业爱情双丰收，不应该是满面春风吗？这气色可比念书那会差太多了。我笑着打她，你还不知道我工作起来就没黑没白，估计是生活不规律吧？不对，闺蜜突然身子作证，你好好去检查水下没有？哎呀，你是不是职业病犯了？我让你陪我喝酒，你又要给我看病是不？闺蜜是一家3甲医院的内科医生，我忙她更忙，3班倒的十分不规律，也是很久没有好好的聚上一聚了。王静，你不是也一直觉得自己没有要上孩子觉得疑惑吗？听我的，趁着这几天空闲，咱们好好的查一查。她握着我的手，指尖微凉，查也查过好多次了，不过我把话咽了下去，为了让她安心。好，怎么了？闺蜜问，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赵贺的表妹住进了我家吗？这些行为让我有点怀疑，现在好了，一切都是误会，虽然我心里还有些疑虑，但是只要孩子不是他的，那其他的我们都可以解决，误会就好。闺蜜拿起啤酒打开，来，好久都没聚过了，走一个。我心情不错的跟他碰了杯，可是就在这时，对我遗忘的监控画面突然有了动静。哎，静静，你的电视里放的是什么呀？哈哈，你跟我看这个，你脑子进水了，姐姐我可是知道。闺蜜一边点着我的额头，一边哈哈大笑，我却笑不出来，刚刚好起来的心情猛地又沉到了谷底。她笑着笑着，笑着也觉得不对劲，这，你老公？是的，我像痴呆了一样，看着屏幕上的2个人，亲自鉴定中心的人，刚给了我一个甜枣，赵和马上又抡起来，给我一棒子，我慌乱的关了视频。你还好吗？闺蜜小心翼翼的摸摸我的头，我捂着脸靠在她身上，眼泪顺着指尖流到手心里，又滴落到地上。原来其实孩子不是她的，但他们之间真的有够气，我的5年青春和爱都为了狗吗？我没事，哭一哭，睡醒了又是一条好汉。哎，我在呢，哭吧哭吧。我真庆幸你今天让我陪着你，我一想到你遇到这样的事，我不在你身边的话，我的心都在疼。他安抚的轻拍着我的背，我本来只是无声的流泪，听到他的话，终于搂着他放声大哭。我知道我失去了什么，我也知道我还剩下什么，所以也谢谢你这么多年一直在。我哭着睡着了，醒来的时候灯光昏暗，身上盖着毯子，闺蜜就坐在我身边看着手机。醒了，来喝点水，接下来怎么做？离婚吗？离婚是要离的，但是我要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。我的嗓子哑得不像话。好，这个我们可以之后再调查，现在你跟我去医院检查一下，我已经找好了朋友，给你彻底做一个全身检查。闺蜜担心的看着我，而她的手机屏的页面何然停留在小3位的上位，都有哪些手段？我被她逗乐了。你别笑，咱们是防人之心不可无，谁知道他们到底好了多久了？是啊，我要做的事还真的不少，先乖乖的去检查身体，让他放心，然后再一步步的撕开他们的真相。以前是我太相信他才会没有一点防备，让他们真觉得我是傻白甜，现在我会让他们知道究竟谁才是猎物。也确实我很长一段时间恶心、头晕、皮肤越来越差，甚至身体开始发胖，检查结果也没有意外，跟我之前检查的一样，雌激素偏高，注意休息，饮食清淡，多锻炼身体，再无其他。雌激素偏高，小王，正常人会雌激素偏高吗？闺蜜指着化验单上的一项数据问。当然不会，不过也不排斥偶尔的饮食中会含有雌激素偏高的成分，不过像王小姐这样高的，除非是经常服用口服必要的，而且是那种效果特别强烈，甚至对身体有些微损伤的，我一脑门走雾水，被认都来不及了。我可能吃那个东西呢，你好好想一想，你平时生活中有什么吃的喝的是比较异常的？闺蜜抓着我的胳膊，紧张的问，吃的喝的？我疑惑的看着她，我平时工作忙，赵贺也没那个闲情逸致，每天回家做饭，所以我们有一个固定的阿姨，每天下午来收拾一下卫生，然后做一顿晚饭，不过最近换成表妹，我们吃的都一样，
除了每晚上他会亲自端一杯温牛奶给我，他说女人喝牛奶皮肤好，而且有助于睡眠。我确实每天睡得还不错。牛奶，我跟闺蜜对视一眼，看来只要我们稍微留点心，这些可能都是电视剧里完蛋了的小把戏。可怜我，竟然被蒙骗了这么久。于是在我假装结束出差后回到家，真的又享受到了每晚的例行牛奶。我心里疑惑，但还是乖乖的接了，然后找了机会把牛奶倒进了瓶子里。而随后闺蜜带来的检测报告里，短短的几行字真是晃瞎了我的眼，这是避孕药的成分。闺蜜看了化验单说，换句话说，我老公赵贺根本不想跟我有孩子。为什么？回忆像雪片一样铺天盖地的扑过来。赵贺追的我，他说在朋友聚会上见到我，挺漂亮的小姑娘，一个人坐在角落，安静的像你赌睡莲。其实那天我只是熬夜做起花案困了，有点捏而已。但是我继续了这个美丽的误会，成了他的女朋友，又成了他的妻子。赵贺家里条件不好，但他像我的眼里干净清澈，丝毫没有贫穷的瑟缩，也没有公园的忧患。我认准了这个人，甚至愿意不要彩礼，不要婚房，跟他裸婚，我只要他真诚的爱和全心的好。可是现在呢，我得到了什么？闺蜜担忧的看着我，你别想不开。我想不开，当初进公司被同事排挤的时候，我不都咬着牙挺过来了？原来老天给我的磨练，是为了让我此时此刻被最亲密、最信任，甚至想共度一生的人背后，我一盼的时候不那么狼狈。我扯开了一个笑，我不会想不开，而且有事的一定不是我。再次回到家，看着屋子里的一切，好像什么都没变，又好像什么都变了。老婆跟你说个好消息，上个领导往上提了一步，位子就活了。你说咱能不能想想办法，也动一动？他殷勤的给我夹着菜，又阴气的看着我，我心里一动，静，我的好老婆，你去帮我探探小姨夫的口风，看能不能帮着使劲。你老公我这仕途是否能一帆风顺，就全在此一举了。他伸手揉住我，状似轻易的在我耳边蹭，我打了个冷战，想到他也跟自己表妹这样缠绵，我就忍不住一阵恶心，不着痕迹的躲过他的手，面上却露出一副惊喜。老公真的呀，太好了，你们科里难得有个空位，咱们肯定要使劲的。吃了饭我就去找小姨，不，我现在就去。我抓起外套就冲了出去，这是一刻都不想再跟他待在一起了。原来赵贺的节点在这里，对于他现在的职位，我的小姨夫刚好能助他一臂之力，再升上去，两个人就平起平坐了。估计那个时候，就是我在无意识利用价值，可以一脚踢开，并兑现表妹承诺的时候了吧？想得真美。我去找了小姨，当然不是当说客，我把赵贺的出轨，并有了儿子的事实，一五一十的感觉告知了我的两位长辈，并恳请他们在为我称要做主的同时，先不要告诉我嘛。小姨心疼的揉过我，又狠狠瞪了小姨夫一眼，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小姨夫委屈巴拉的脸上陪笑，心里却给赵贺暗暗记上一笔，一个害群之马，出轨还害老子被连累，整你都没商量。于是我把心揣回了肚子里，回家对着一脸期待的赵贺笑。小姨夫说会帮忙的，至于是不是帮到忙，那我能告诉你吗？赵贺这边忙或者升职大事，我也没闲着。我开始清算我们夫妻共同财产，260平，大约层一套，现在住整，郊区投资小别墅一套，付了首付还没盖起来。工资卡虽然在赵贺手上，但是我有流水单，大致数目也不难对得上。至于赵贺自己的工资和年结发的福利红包，我都可以忽略不计。此时此刻，我甚至庆幸我没有一个孩子，至少今天他不用面临单亲家庭的风险和伤害，而这样对我的伤害也小了很多。老婆，好像有风声，很快就能出结果了。哎，这段时间可把我累坏了，等结果出来了，咱们好好去庆祝一下。他下班回来，语气亢奋，浑身都散发着人到中年。我把几张薄薄的纸推到他面前，还贴心的附上一支黑色签字笔。你开什么玩笑？是不是我最近太忙了，忽略你了？老婆，好老婆，我向你道歉。你说要我做什么都行，我肯定改。他连桌子都不敢看，慌忙来拉我的手，我轻轻一甩，赵贺，你自己做过什么？还非对我一样一样的说明白吗？你不怕丢脸？我都怕脏了自己的嘴。你在说什么呀？他颤抖着声音，眼神里带着我从未见过的惊惧。真是你不怕？你不怕我？你不怕我？真是可笑啊！难道他从来就没想过会有事发了一天吗？我知道你的表妹其实是我们结婚后你的一个出轨对象，而表妹的儿子其实也是你的儿子。我一个字一个字慢慢的说，声音冷到了骨头里。你不是查过了亲子鉴定，不是我的孩子吗？他脱口而出，是啊，我是查过了。你是怎么知道的呢？我冷笑，那人是不是又给你打电话，敲了你一笔钱？没有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赵贺眼神躲闪，依旧在狡辩。赵贺真的，我们家的钱虽然暂时交给他保管，但是他的支出往来记录我可都是查得到的，那么熟悉的打款账号，日期又挨得那么紧。那人利用职务之便联系上赵贺，给我来了个碟中谍，收了双分的钱。我花了1周的时间，才从那些杂乱的音频视频里理出了事情的前因后果。原来赵贺跟我谈恋爱的时候，就跟他老家的一个叫李妍妍的小姑娘暧昧着。但是赵贺这个凤凰男，一边殷勤的追着长相普通学弟普通，但是家庭条件还不错的我，一边却还舍不得送上门的漂亮又温柔的小情人，甚至借着回老家的钱，跟他住到了一起。而就在我们结婚后没多久，李妍妍就怀孕了，还是个男孩，这只可就包不住火了。他们家都不舍得打掉儿子，于是老娘帮他照顾李妍妍，给李妍妍沉默，以后买房买车离婚娶她。李妍妍也信了，她很高兴自己扒上一棵扎根在大城市里的大树，只是她也知道自己是因为什么才留住男人的，所以她可以等，但是唯一的条件
就是赵贺不能再跟别人有自己的孩子，否则就跑去闹，然后他就数着日子，天天盼着赵贺事业有成，风风光光接他们娘俩去过好日子，可是盼着又盼，除了按时打过来的生活费，男人竟开始推三阻四，那他能干嘛？终于等不及了，直接领着儿子找上赵贺。于是赵贺和他的小情人带着他们的私生子，一边吃着我的住着我的，一边算计着我的财产，还有我家里的人脉关系，还打算吃干抹净，把便宜占到底。赵贺万万没想到，我连这样的事都知道了，可还是抱着侥幸的心理，试图诡辩。静静，你是不是听谁说什么话？我告诉你，是那个女人一直缠着我，她趁我喝醉了陷害我，然后自己偷偷生下了孩子。她说我如果不认孩子，就去单位闹，让我干不下去。醉酒真是背了无数男人的锅。静静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一次好不好？就一次，我保证我发誓会一辈子对你好。我要再做对不起你的事，就让我冷冷地看着他，没有鼓励也没有阻止。可是这个男人，损的发誓都只敢发一半。看一下协议吧，房子归我，车子归我，现金归我，存款归我，有意吗？我懒得再多费一句话。他见我这样不哭不闹也不上吊，顿时如泄了气的皮球，终于重新坐下去，拿起协议看起来。为什么所有的婚内财产我归你？我相当于净身出户。我不同意。我拿出手机播放了一段录音。贺哥，你可别忘了给那个女人吃避孕药，一个女人娇嗔的声音。不会的，我把避孕药放进牛奶里，都给她喝了快3年了，这回估计她想怀都怀不上了。你没看见她现在难看的样子？3年前她要是长现在这样，我说什么也不会看上她的。用我妈的话说，现在也就剩下还能赚钱这么一点用处了。赵贺没想到我连实锤的证据都有，脸上一会红一会白一会青，还挺好看的。最后他颤抖着手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。1个月后见，我呵呵的想。从玄关后批出了一个皮箱，你的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，恭喜你，今天终于可以合家团圆了。我真是善解人意的小可爱。看着他拎着皮箱狼狈地走出房门的一瞬间，我心里真是痛快极了。我拖着下巴晃了晃手里的高脚杯，88年的拉菲在水晶杯里折射出迷人的光芒。你怎么能让赵贺净身出户？你让我们怎么生活？让我儿子永远住在租来的房子里吗？电话里气急败坏的女人高昂的声调震得我皱了皱眉。你们怎么生活关我屁事？那是你儿子又不是我儿子，我儿子啊，我却可能永远都不懂。下班不能太晚，一大堆要求，最后我只能坑自己了，把他放到自己公司里当一个花瓶。你让人开除了我，我明天就去你单位闹，去你爸妈家闹，我不好过，你们他妈的谁都别想好。他气焰嚣张的，好像我是抢了她老公的小三一样。你去吧，这样大家就都知道我老公出轨了，小三还是个泼妇。我又抿了一口酒，对面哑火了，然后挂了电话。世界终于安静了。1个月后，民政局门口，我光鲜亮丽的站在温暖的阳光下，看着手里暗红的离婚证书，我长长舒了一口气，仿若重生，再次听到赵贺的消息。是在过年的时候，推杯换盏间，酒桌上的小姨夫一脸神秘，开始给大家爆料，那个赵贺和倒了大霉了。他知道失了小金这个关系，我不会再给帮忙，竟然把自己的情人送到了一把手的房里，来了个仙人跳。结果你们猜怎么着？这是被一把手突然回家的老婆给撞破了，当场就报了警。偷鸡不成18米，差点没被整死，估计没几年出不来，这辈子也就完了。小情人据说孩子也不要了，连夜就跑了，好好的一手牌打个稀烂。小姨伸手揉过我，哼，他没那个福气。感谢我的家人，在我婚姻失败遭遇渣男的时候，一直在我的身后默默的支持我。后来小姨跟我说，我妈担心的好几个晚上都睡不好觉，又不敢问我，只悄悄算了算手里的资产，说以后我不想结婚，没孩子养老也没关系，他们手里的钱够我下半辈子的，我还能说什么？好好锻炼身体，努力赚钱呗，为了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，好好的生活。全文完。